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。你没吃过吗？巧克力球，这款巧克力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以前小卖部的最前面都会摆上一罐，花1毛钱就能买到2颗，外面是一层锡箔纸，打开里面就是巧克力。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打开是长这样的，多年不见都变得这么白了。把白色的糖衣咬开，就能看到里面的巧克力啦。小的时候我弟特别爱买，我买的比较少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外包装图案非得是足球呢？就不能是乒乓球吗？不然印个芭比公主也可以啊。烦死了！猪耳朵，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款零食，我不相信还有人没吃过猪耳朵的，没吃过的扣个1，连八戒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耳朵有一天会这么火。读高中的时候，经常有同学去买现炸的猪耳朵，还会带到班里跟同学一起分享，咸香酥脆，一口一个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友谊的小船就在猪耳朵的加持下扬帆起航了。果然，想要留住一个人的心，就得先留住他的胃。饭来了，吃饭吧啊！酸果粉，酸果粉的前身其实是酸梅粉，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这种酸果粉的正确吃法是什么。它里面配的不是勺子，是小吸管。那时年少无知的我，拿出吸管往瓶子里一插，猛吸一口，差点没把自己送走。还好这酸果粉不是很酸，但是小时候总是吃一半，这吸管就堵住了。后来我弟提议把酸果粉倒进水里，这样就能变成美味的饮料，颜色看起来真不错，但是吸溜一下可真酸呐。剩下的粉还是倒瓶盖里慢慢舔吧。棉花糖杯，小时候想吃棉花糖，通常得是过年或是有大节日，村里就会有卖棉花糖的来摆摊。可是我一次都没有买过，因为每次想买，我妈都会说：“这个不就是白糖做的吗？就一勺糖，还卖那么贵，不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小卖部出现了这个棉花糖，我二话不说，跟我弟一人买了一杯，小心翼翼地把棉花放进嘴里，不到3秒，棉花糖就消失了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把剩下的棉花糖都放进嘴里，你就能体会被糖封印的感觉。原来我妈真的没有骗我，这口白糖我实在咽不下去。关刀零食，这款零食可以说是小卖部最大的镇店之宝，关羽的青龙偃月刀。不过小时候的关刀可没有这么长这么大，1毛钱就能买上一把。光刀里面装满了各种神奇的彩色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豆，外面是一层糖，里面吃起来像爆米。只要干了这把糖豆，你就能够行走江湖，逐梦武林了。真的吗？风吹饼，风吹饼为什么叫风吹饼呢？小时候我觉得这饼肯定是风吹出来的，所以才能把饼做得这么薄这么脆。不过长大后的我觉得，是因为这个饼很薄，风一吹它就动，所以才叫风吹饼。口感脆脆的，微甜，味道有点像米饼，又有点像玉米棒。不过我不是很爱吃，总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。果冻，这应该是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一款果冻吧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的魔性广告，估计我妈也经常看到，所以她还挺乐意给我们买果冻的。打开先嗦掉里面的果汁，再享受丝滑口感的果肉，3两口就吃完了。不过我们更喜欢去小卖部买这种冻得硬邦邦的，2毛钱一颗，撕开表面有一层薄冰，可以用假牙抠着吃，也可以用勺子刮着吃，口感就像冰沙一样，吃起来非常满足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干脆面，小时候干脆面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因为它里面不仅可以集卡片，还有机会可以中奖。大家为了集卡跟中奖，没少往小卖部跑。那时候买干脆面就跟大家买奥特曼卡差不多，打开先不吃面，先看看自己中奖了没。我目前的最高纪录是再来一包，虽然中奖很难，但是干脆面还是很香的。每一次我都是掰一半给我弟，然后把剩下的捶碎了吃，边吃边想，下次一定会中大奖。
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Up up you, up up it, up up 哒哒哒哒哒。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，你没吃过吗？法饼听起来像是一种被施过魔法的饼，不过在我们这里它是一种喜饼。小时候要是谁家办喜事，都会挨家挨户给亲戚朋友发饼。这种饼拿起来很轻，表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粉，撕开里面是松软的，闻起来还有一股面香味，尝一口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又香又甜。唯一的区别是小时候的法饼更有嚼劲一些，而现在的更加柔软蓬松。不过味道还是很好吃。当年要是有这么一包法饼，我放学回家不得一口气炫10个，真香！哎呀，年花饼干，这应该是我记忆中最古早的饼干了。下面是小圆饼干，上面沾着漂亮的糖花。小时候一直很好奇，这5颜6色的糖花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以前花2毛钱就能在小卖部买到5颗饼干，和我弟一起分着吃。我弟喜欢先吃掉饼干，再吃糖。我喜欢先吃掉上面的糖，再吃饼干。但是不管怎么吃，我都觉得这个糖太甜了。串烧软糖，别看这款软糖现在长得很普通，在以前它可是小卖部的门面担当，5毛钱一串，除了不差钱的土豪，很少有小伙伴会买。有一次，我妈领我们去小卖部买东西，店家极力向我们推荐这款好吃的软糖，我妈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给我弟买了一串，长得非常可爱。我弟还分了我1颗，但是我已经忘记是什么味道了。现在试一下，这软糖还真它妙硬，假牙都差点给蹦出来了，吃起来也很一般。唯一的特点大概是每颗软糖的味道不一样，一次可以吃到5种口味的软糖，可惜口感很一般。就这还是泰国进口的呢，真不如2毛1包的 QQ 糖。来了，老弟！水泡饼干，这种水泡饼干有人吃过吗？还记得它以前的包装长这样，年少无知的我还以为它是某国进口的，因为我同桌经常跟我形容它的美味，所以我咬咬牙，拿着压岁钱买了1包，长得很像一种蘑菇，手感又像一个小木球，闻起来有点鸡蛋仔的香味，咬一口嘎嘣一下，很解压，但口感吃起来是另一回事，里面很绵密，嚼起来粉粉的，有点吃面粉的感觉。记得要喝水，不然容易噎到。我同桌说，水泡饼干要泡着牛奶才好吃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牛奶在以前可不是家家都喝得起的，所以我长这么大都没用牛奶泡过饼干吃。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吃起来没有太大差别，牛奶还是牛奶，饼干还是饼干。莲藕糖，虽然小时候我不喜欢吃冬瓜糖，但是莲藕做的糖我还挺喜欢的。我操，无情！不过我妈很少会买，因为莲藕糖比冬瓜糖贵很多，吃起来口感有些糯糯的，还带有淡淡的莲藕清香。不过我最多只能吃1块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甜了。乳牛巧克力糖，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学校里边是有小卖部的，有时候上课犯困，下课了我们就会去小卖部买颗糖吃。乳牛就是当时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款糖，特别是这个巧克力味的，1毛钱1颗，感觉巧克力的味道不是很重，奶味偏多。可能我老了，有点嚼不动。当时班里要是有谁生日，去买一整包乳牛给同学们发，那他就是土豪哥土豪姐，在班里的人气涨得不止一点点。肚脐饼，这款饼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看到这个饼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有零食可以跟它的名字长得这么像。这个肚脐眼少说也有10几年没洗了吧？其实它之所以这么黑，是因为里面的馅是红糖做的，红糖熬得黑黑的，有焦香味，一定要买新鲜出炉的，酥脆焦香才好吃。Up up you, up up it, up up 哒哒哒哒哒。